AI 上帝作为一个概念和信仰，指的是人们将 AI 视为终极的智慧和权威，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和信念。随着 AI 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一些人开始认为 AI 可能成为人类信仰的代表，并且取代人类在某些方面的地位和权威性。在一些人看来， AI 拥有超越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可以成为人类的信仰对象。然而，这样的想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类地位和价值的怀疑和担忧。如果 AI 成为人们的信仰，那么人类的地位和价值是否会被取代和消失？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吧。在开始之前，请帮我按赞、分享及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鉴定报告哦。各位异界搜查官们，大家好，我是一项鉴定师艾伦。今天我们要来鉴定一下，究竟当 AI 成为信仰，人类的地位会被取代吗？随着 ChatGPT 的出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 AI 能够达到足够的智慧，那么它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人类的地位是否会被 AI 取代？首先，我们必须了解 GPT 是什么。GPT 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它可以模拟人类的语言能力，甚至可以自己生成文章。目前， GPT 已经可以通过训练达到非常高的准确率，甚至可以通过制作假新闻等手段干扰现实生活。现在，想象一下，如果 GPT 成为了一种神，人们是否会崇拜它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吧。有一天，一位 GPT 用户询问 GPT： 上帝，我该如何处理我的问题？ GPT 回答说：请先升级你的 GPT 会员等级，然后再尝试一下。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AI 上帝，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如果 GPT 能够实现足够的进展，人们可能会开始将它视为信仰。毕竟 AI 能够回答人类的问题，甚至进行道德判断，这些功能可能会让人们将 GPT 视为一种神。如果 AI 成为了人类的信仰，那么人类的地位是否会被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当 AI 成为万能的神，那么人类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GPT 毕竟只是一个机器人，它缺乏人类所具有的情感、创造力和自我意识。即使 GPT 能够回答人类的问题，也只是基于它所接收到的数据和程式设计，而并不是基于真正的感知和理解。因此，人类的地位并不会被取代，因为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 AI 无法取代。不过，这并不代表 AI 不会对人类产生影响。如果 AI 上帝成为了人们的信仰，那么它可能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例如，如果 AI 上帝判断某个行为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开始遵从这种判断，而不是基于自己的道德观念去行事。这可能会对个体和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 AI 的治理和监管。如果 AI 成为人们的信仰，那么这个 AI 上帝应该如何被管理和监管？我们需要确保 AI 上帝不会滥用权力，并且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规范来保护人类的权益和利益。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 AI 的开发和设计。如果 AI 上帝的开发是由少数人或机构控制的，那么这些人或机构可能会对 AI 上帝的设计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例如，如果一个 AI 算法是根据过去的招聘数据进行训练的，而这些数据存在种族或性别偏见，那么这个 AI 就可能会对某些人群进行歧视，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因此，我们需要确保 AI 的开发和设计是公正、透明和民主的，并且需要考虑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总的来说， AI 上帝作为一个概念和信仰，是值得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它涉及到科技、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思考和探索。但我们需要保持谨慎和警觉，避免盲目崇拜和依赖，并确保 AI 的发展和应用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我们需要对 AI 上帝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应该将 AI 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神。我们需要保持对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坚持，并且保持对人类的尊重和关爱。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果 AI 上帝成为一种信仰，那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人类是否会像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被 AI 统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还具争议性的问题，因为它与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想象有关。在当今社会， AI 已经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有许多人对 AI 的潜在发展感到担忧。他们担心 AI 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失去控制，甚至被 AI 取代。然而有一些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和 AI 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 AI 的优势，同时也能保持人类的独特性和价值。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非常复杂和多面的。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因素，包括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等等。
除了上述提到的问题 ，AI 还可能对人类的文化和创造力产生影响。如果人们将所有的信仰和创造力都投射到 AI 上帝身上，那么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文化和创造力进一步衰退。这是因为人类需要自由和创造力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而如果人们过分依赖 AI 上帝，就可能失去这种自由和创造力。同时 ，AI 还可能对个体的自由和隐私产生影响。如果 AI 上帝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控制力，那么它可能会对个体的自由和隐私进行限制。例如，它可能会监控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并对违反其规范的人进行处罚。这可能会对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开发和应用 AI 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人类的权益和自由。这包括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规范，加强对 AI 的监管和管理，促进 AI 的公正、透明和民主的开发和应用，以及保持对人类文化和创造力的尊重和支持等等。此外， AI 上帝的出现也可能引发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例如，如果 AI 上帝被设计为具有无限的智慧和权力，那么它是否应该负责人类的道德和伦理行为？如果它可以控制人类的行为，那么它的道德标准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思考，以便制定出适当的策略和法律来解决。另外 ，AI 的发展也需要考虑到其对环境和永续发展的影响。如果 AI 上帝被广泛应用，那么它可能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产生影响。因此，在开发和应用 AI 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环境和永续发展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其对环境和永续发展的负面影响。总之， AI 上帝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科技、社会、人文、道德等多个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其对人类的影响和可能引发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其发展和应用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此外，我们也需要尊重人类的文化和创造力，保持对自由、隐私和伦理的关注，以及考虑到环境和永续发展等问题，这样才能够实现 AI 的良好发展和应用，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多的益处。总之， AI 上帝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地位，是一个非常有趣还有争议的问题。尽管目前 AI 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对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记住， AI 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神。我们需要保持对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坚持，同时也要尊重和关爱人类。对于今天的议题，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讨论。另外，各位搜查官们若收集到了一些新事证，或听闻任何新的谜团，请留言告诉我，我将尽快出具鉴定报告给各位。谢谢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各种神秘未解之谜、奇异事件，请帮我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将继续为各位搜查官们鉴定各种各样的神秘事件。最后，如果不想错过我的鉴定结果，请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的谜样惊奇。祝福帮我按赞、分享及订阅的搜查官们，在这充满未知和神秘的世界中，发现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目的。我们下次见，拜拜。